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2月15号，星期天啊。老样子，还是在家附近的海边晒太阳，然后呢就录个视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想聊一下啊，就我们在炒股票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买了特斯拉，或者我买了谷歌啊，就最近这个特斯拉跟谷歌都没涨。但是呢，像美光、像SanDisk啊都在涨，并且呢，它还不是涨一天啊，它连着涨，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动摇啊，就我要不要把这个股票啊给卖掉，换成现在正在上涨的股票啊？那么卖掉呢，又有点担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就现在卖掉呢？我还亏损，并且呢，万一又怕一卖掉以后呢，它又上涨了，是吧？一买那个现在看好的股票呢，比如说我买进这个SanDisk的话，SanDisk它又下跌了，啊，那不但没有就是减少亏损，亏损反而是越来越大了，是吧？就这种情况呢，其实每个人都碰到过啊。那么我呢，今天呢还是举一下就是我最近投资的啊，就2个股票，我之前视频也讲了很多次了，对吧？一个呢就是 Coin， 一个呢就是 MSTR 啊。那么我就拿这个股票呢做一个案例啊，和大家就仔细的分析一下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春节啊也快到了，对吧？就明天就周一啊，应该就是春节。我就不专门录视频给大家拜年了啊，我就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拜年啊，祝大家在2026年啊，在这个春节以后，红红火火，对吧？就能够啊，在投资上取得很好的收益啊，收益满满啊，好吧啊，我也嘴皮子不会说啊，所以就比较朴素的啊一个拜年吧。好，我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Coin 啊，它在上周五它其实是有一个上周四啊，它是发布财报的。那么这个发布财报呢，我是去关注的啊，因为我要看它是否跟我之前分析的一样啊。那么果然呢，其实这个 Coin 呢，它就跟我分析的一样。其实，在发布这个财报的时候呢，很多人啊就买了那个 Put 啊，就是买了期权啊。他们呢就觉得这个发布财报以后呢，这个 Coin 要大幅的下跌啊，因为从各个方面分析来看呢，就比特币下跌了这么多啊，并且就是大家都觉得比特币肯定要进入熊市了，对吧？从这个12万跌到只有6万啊，而且就这段时间其实在币圈啊一直是就不是有很好的事情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很多人都在做 put 啊，就是说要看空这个 coin。但我呢是持这个相反的观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比特币下降到一半的时候，但是这个 coin 呢，作为就是这个美国唯一的受合法监管并且上市的这个数字货币的平台呢，它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70%啊，就下跌了已经很多了。那么这个下跌其实一直在下跌，而且它跟着这个比特币的下跌的效应啊，它在放大的下跌，它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就正常情况，比特币下跌它也会下跌，但它不会跌得那么厉害，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下跌，或者说莫名其妙的上涨，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它下跌啊，但它过几天就会告诉你什么原因啊。其实这个下跌呢，它已经把就是 Q4 这个财报
表现不好什么的啊，它已经提前的就是释放了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真正的财报发布的那一刻呢，应该来说就叫利空出尽，对吧？大家这个大资金呢，就在这个时刻呢来抄底啊。要抄底呢，当然了，就是说并不一定他们研判就是比特币一定会就数字货币吧，就一定会再重新回到牛市啊。但是呢，首先就是利空是出尽了，是吧？那么这些大的资金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来进行一个抄底，抄底以后呢，他就要杀那些做空的人，就那些做 put 的人啊。所以那天晚上其实，选择做空，尤其是做这种金融衍生品的啊，那天晚上其实是很惨的啊。然后呢，他在那天晚上他也就小拉一点啊，但是我在第二天上午，就星期五的上午，就美股还没开盘之前，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啊，我就录了一个关于黄金、白银、数字比特币的视频。我在里面就说了，我说大家记住今天啊，就是星期五这一天啊，我说这个今天晚上这些股票就会大涨，就是这个 Coin 还有 MSTR， 对吧？结果呢这个晚上这个股票呢上涨了接近20%啊。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就是有侥幸心理的要去补仓的人，再给你往上暴涨暴拉，对吧？就把你给绞杀这些做空的人其实这些逻辑呢或者说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些看法呢，并不是我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我就是得出的这种结论就我过去做 CFD 做期货的时候呢，其实这种时刻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以前那个时候做比如说外汇的期货，或者说做那个黄金白银或者说做石油就我们都会很关注一个什么，就是美联储发布的一些这种信息，对于货币的一些信息，还有呢就是非农就非农就是失业人数，对吧？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呢，就一开始你都以为就是你根据这个预测，然后你自己分析，你觉得应该是利好市场的，应该要涨的，但往往都是交了学费并不是说就是一定它是有这个必然的逻辑的有时候数据很好，但是市场依然是下跌；有时候数据很差，市场依然是上涨，对吧？所以就是只有你更全面的去判断这些消息的时候这些基本面的时候，还有要结合就是现有的价格趋势，你来综合的判断，你才能判断出结果，对吧？就像有的网友说他说你说的太准了你说的太神了什么都是交了很多学费的只有你真正的付出很多学费的时候，就你只有真的走过一遍你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点都不吹牛好吧，我们把话题再说回来那么像这个 Coin 呢，它的这个上涨呢，其实一方面呢，它是要挤压空头这个看空的这个人跟做 call 的人就是差得好远这个数据当时一看就觉得不太对劲那么所以它这个上涨呢也有几点，一个是这个原因，对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大家看这两天的数字货币的一个情况比特币的情况，那么比特币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在数字货币的这个市场里面，比特币还有那个以太坊，对吧？就 ETH， 他们是作为绝对的龙头还有比如说像那个SOL， 对吧？就 SOL。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面就
是比特币啊它在涨，那其他币呢都不怎么涨，尤其是在比特币要护盘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行情不太好啊，这个比特币啊就一个币在那边涨着撑着，其他币呢都不怎么涨，要不就下跌啊。但是呢，我们看这2天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个走向，就是比特币在涨，像其他的什么 SOL 啊，还有什么 XRP 啊，还有那个以太坊啊，这些币它涨幅都超过了比特币。就比特币它虽然也在涨，但它其实是这涨得比较少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 coin 呢，它就涨幅要超越 MST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2个公司的结构上来讲，这个 coin 呢，它是主攻所有的数字货币啊，它是 Coinbase 嘛，它是一个平台啊，就是上面可以交易很多很多币。但是 MSTR 呢，它是储备这个比特币，它只买比特币啊，就比特币大涨，那么它就涨得更厉害；比特币如果涨得一般，那么它就涨得一般，对吧？所以就是在上一次啊，比特币从6万一口气涨到7万的时候，这个 MSTR 这个股票呢，它就上涨了30%，但是呢，这个 coin 呢，它只涨了10几啊，10几，反正就差了1倍。但是在这一轮呢，啊，这个比特币呢，它其实只是从6万5上涨到7万左右啊，6万9，对吧？7万左右，还没到7万，在那个星期五啊。主要呢是其他的这些小的币种啊，也就跟着一起上涨。那么这个涨势呢，它就对这个 coin 的这个股票呢是有更多的优势，并且呢，就是在前几天呢，也是 MSTR 啊，它没怎么下跌 ，coin 呢它下跌就是一度下跌到就是$130，就是这个在它下跌到$130的时候，啊，这个 MSTR 呢那天就下跌了2%。上周四 coin 呢它是跟着那个大盘对吧？就所有的其他的股票啊，它也下跌的很厉害。但是 MSTR 呢它就没怎么下跌啊，就具体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就是我在星期五发的那个黄金白银比特币的那个视频啊，讲的就很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啊，就是你在分析股票预判的时候呢，就你一定要加进去更多的元素啊，更多的就是怎么结合起来去细致的分析这个市场，而不是就简单的说啊，你就看看比如说什么一个财报，或者说啊一些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市场新闻，对吧？或者说你把这个技术面啊，什么这个图那个图的，给它分析的头头是道，这个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源于公开的很多信息啊，就是你还是要从这些信息结合起来以后呢，你要更做这种更细微、更精致的分析啊。就比如说你像英伟达，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财报发出来都很好呀，但为什么股价就下跌呢？对吧？啊，就很多人就觉得啊，英伟达按理说这个财报一发出来都很好，应该要上涨，但是呢啊，新闻出来什么市场对它的科技股高估值了，或者给你搞个什么理由了，对吧？其实都不是这些原因啊，它是有更深入的一些原因的啊。当然了，这种就是说你要结合行业，你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就像我分析这个 MSTR 和这个 coin， 对吧？那话再转回来说啊，如果说就比特币一路暴涨，然后其他的币都萎靡不振，都涨不起来，那么这个 MST 啊，它绝对是冲在最前面的啊。就比如说比特币现在一下涨到15万、20万，那么其他的币啊还没涨起来，那么这么 MSTR 呢，它就会在这个基础上上涨很多倍。这个时候呢，这个 coin 呢，它就涨幅没有 MSTR 那么高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啊，就这些股票之间的一些
特性啊。好吧，我的意思呢，就告诉大家，当你要去换股买一只就是现在你觉得看好的股票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做考虑，因为其实你现在手里已经拥有这个股，当初你也是非常看好的，对吧？要不就是你分析的有什么原因，对吧？就是你没有把它分析彻底。那么当你分析的比较彻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很坚定的你就会一直看好你的这个手里的这个股票。就像我在前几天，我其实一直连续录了1个星期的关于比特币的这个相关的股票，对吧？这个时候一开始是有很多人跑进来会，对你冷嘲热讽的就他觉得你这个股票一定会下跌的或怎么样，对吧？但是为什么我就如此的坚定因为甚至我都不是币圈的，我都从来不买比特币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些股票的时候，我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多角度的、多维度的详细的这种分析所以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就你要多分析、多看、多判断但是少去动来动去的换，因为有可能你一换，这个股票反而没有上涨开始下跌了因为你对那个股票的判断，如果也是跟你之前那种判断的方式是一样的话，那其实你就会碰到这种问题，对吧？除非就是说你对那个股票的判断的方式产生了变化，对吧？那么好吧，今天呢，我就是举这个 MST 和这个 Coin 这2个股票我拿出了一种分析的逻辑和一些这种分析的思路告诉大家，也希望呢就是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好吗？最后还是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快乐。